大家好，我是 Ason。那今天我們來跟大家開場很久沒有看過的一場combo型玩家打的這一場比賽啊。那其實又要重新提一次，什麼是combo型玩家？那就是你有一個主英雄，然後那個主英雄主要的功能只是拿來把人打倒地，就是所謂的抓人，然後抓了之後打倒地之後，就直接用這個，例如說鎖鏈術士或者是那個破壞者，把人從地板上抓起來，然後開始他的不停切英雄的打法。那我都會統稱這種打法為 combo 型玩家。那其實 combo 型玩家也有分那個 meta 打法跟這個沒有那麼 meta 打法。那其實為什麼那麼複雜？因為這個遊戲那些所謂的規矩是不存在的，那就是你想用什麼打法也都可以。那我方便我的解說那就會用一些很多不同的術語來解釋。那這個玩家用的那個算是半 meta 吧，就是很多人的 combo 型玩家都會這樣用。但如果你問我他是不是這個版本的大 meta， 就是那個什麼聖獸那種 meta 的話，那當然我可以回答大家是，他不是。對，就是因為大家眾所周知那些用聖獸神影者的那些玩家，他們都是有這個 combo 型玩家打法的。那但是如果要慢慢的解釋，實在是太複雜了。那所以的話，我就把它統稱為這個 combo 型打法的其中一種玩家吧。那只是一個沒那麼 meta 的一個玩家。對，那這是就來跟大家開場這個沒那麼 meta 的 combo 型玩家打的這一場比賽。那已經來到這個第一回合的尾聲了，你可以看到就是他的血量已經被我壓到剩0血。那這邊可以抓到，也是跟之前所說的一樣，雷法他的反擊不知道為什麼非常之長，然後他那個反擊因為那麼長關係，很容易就被人抓到，因為他好像是不能主動暫停他那個康塔的，就是那個反擊技能，那個類似雷法衣服的那個攻擊方式都是说雷法雖然厲害，但他的反擊意外的成為他的其中一個小弱點那來到這個第二回合 ，OK， 那這邊他是用這個魔旗來反 spawn camp， 那不錯。那因為很久以前我還沒用這個鳳凰的時候，也是用這個魔旗的，那其實也是不錯用，只是有點難射到敵人而已。對，那這邊可以。那他本來是打算用 star tap 把我射住，但他失手了。那也是像以前所說，你如果用一些康塔英雄來康塔敵人的時候，你失敗了，讓對面抓到了。那基本上你就會讓對面抓住，然後來連擊，那你就會承受個非常大的那個傷害這邊可以，可惜。那我的衣服還沒好，那就沒事發生。那 SD 好了，直接抓住，然後連這個黑毛 combo。那這邊都可以看得出來，是他的那些反裝應該是不太足夠，因為你可以看到，在這個技能階段他還是被我抓的時候，還是只是換這個反英雄，而不嘗試用什麼莉莉頭或者是一些其他反裝來進行那個反抓。那這樣的話其實就非常之吃虧那因為其實反抓的用途除了用來逃離戰場之外，逃離一些連擊之外，那其實也是有這個抓人的功能的。那如果你好好善用的話，其實反裝會成為了一個非常厲害的一個武器例如說我的妖術士頭盔也是其中一個，或者是剛才所說的莉莉頭也是其中一個OK， 這邊來到這個第3回合，那打這種雷法來作為主英雄的 combo 型玩家，我們唯一做法就是不會讓他撞到，對，因為他是一個直線的一個英雄那只要不讓他撞到，基本上他就沒有那個起手式，那他的那些 combo 就很難實行了。那個這就是我對於這種 combo 型玩家其中一個打法。OK， 這邊他的 SD 開了，那因為加成關係他的 SD 非常之快。哎呦，可以。那這邊我反應得到，然後直接來一個反抓。那這個反抓，老實說，我個人私心是覺得挺帥的。對 ，OK， 那但是已經可以。這邊的換了超蟲 ，OK， 又不要抓到，那直接把它射跪，然後直接好像應該是黑馬是來不及接，因為剛才那個重力系統沒有解除。對，這邊的抓到，那直接用就是電他。那因為像人所說如果他用一些反康塔英雄被人抓到的話，就會承受非常大的傷害了。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大的傷害的部分我這邊第2次雷法，那也是那個加成關係非常之快。OK， 在這邊要看準一點，就小心一點，別讓他用一些奇怪裝備把我們反殺。那
可以，那這邊它直接掉下去了。那我們的披風跟頭盔還有，那其實就不用特別擔心。那這邊用頭盔，對，那這邊抓到的話，他剛才已經用了頭盔了，基本上，那這邊是他一個致命的失誤啊，那基本上就已經是代表說完結了。